佛山一处安静惬意的露营地，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谭松韵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荧幕上的她常常因为镜头语言和造型设计，看起来身材比例匀称，气质清爽，甚至给人一种身形高挑的印象。然而，当她真实地出现在人群之中，这种明星滤镜被瞬间打破，她其实非常娇小，甚至比很多观众想象中还要纤细和小巧。那天的她穿着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整体打扮随性自然，没有过多修饰。有人估计她的身高大约只有1.5米出头。当她坐在露营椅上时，一个颇为有趣的画面出现了，她的脚竟然够不到地面，只能轻轻悬在半空中，显得格外可爱。这一幕让不少现场的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也让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屏幕里的女主角现实中竟是如此小巧玲珑。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体型上的反差并没有削弱她的存在感。恰恰相反，当她一开口说话时，周围的气氛瞬间被点亮。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声音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原本安静的露营氛围，因为她的加入变得更加活跃、轻松。那一刻，人们突然明白，真正让她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从来不仅仅是外形，而是她身上那种天然的亲和力与独特魅力。如果说外貌的反差让人惊讶，那么谭松韵的声音则让人迅速产生亲近感。有人形容她的声音，就像在炎热的夏天喝下一杯冰水，清凉、干净，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甜味。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嗓音，不张扬，却让人听过之后很难忘记。在露营的聊天过程中，她说话的节奏非常自然，没有刻意表现的感觉。她时不时会露出轻松的笑容，语气温和又带着一点俏皮，让整个交流氛围显得格外轻松。与许多观众想象中的大明星气场不同，谭松韵身上几乎没有距离感。她并不会刻意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也不会刻意展现明星身份带来的光环。相反，她更像是一个坐在朋友身边聊天的普通女孩。她会认真倾听别人说话，也会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生活细节。这种真诚而自然的交流方式，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对她产生好感。也正因为如此，不少观众形容她是典型的邻家女孩。这种气质并不是通过表演塑造出来的，而是她性格中自带的一种温暖与亲和。或许正是这种真实感，让她在娱乐圈中显得格外特别。她不需要刻意去营造完美女明星的形象，仅仅是做自己，就已经足够打动人心。尽管谭松韵的脸型依旧圆润，笑起来时仍然带着一种学生时代般的青春气息，但如果仔细观察她的眼神，人们会发现一种悄然发生的变化。如今接近36岁的她，与20多岁刚进入大众视野时相比，眼神中明显多了一层深度与沉静。这种变化并不张扬，却非常真实。那是一种经历岁月洗礼后自然沉淀下来的气质。当他坐在一旁安静地观察周围环境时，目光中流露出的不再只是单纯的活泼与好奇，而是一种更加从容、更加理性的成熟。多年的演艺生涯让他见识了娱乐行业的繁华与压力，也经历了角色带来的各种情绪与故事。每一次拍摄，每一次角色塑造，都在无形中丰富着他的人生体验。正是这些经历，让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有层次。或许正因为如此，当镜头捕捉到她沉思的瞬间时，人们会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反差。外表看起来依然像一个青春少女，但内心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外表与内在之间的对比，反而让她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耐人寻味。当演员步入30多岁时，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面对一个现实问题：过去那些曾经让观众喜爱的角色，还能继续演多久？对于谭松韵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格外微妙，因为她拥有一张几乎不会老的脸。圆润的脸型，干净的气质，让她在很多作品中依然能够自然地饰演学生或年轻女孩。这种冻龄感曾经是她在娱乐圈的一大优势。然而，优势有时候也会成为某种隐形的限制。
当观众已经习惯把一个演员固定在某种角色类型中时，演员本身的成长空间就会被无形的压缩。如果一直停留在轻松浪漫的爱情剧或者校园题材中，虽然稳定、安全，却很难让表演产生新的突破。谭松韵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35岁到36岁这个阶段，她开始主动寻找新的方向。她不再只满足于塑造那种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而是尝试进入更复杂、更具有现实质感的角色领域。例如，在新剧《疯狂的流》中，她饰演一位工程师，这个角色与她过去的角色类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工程师的世界更理性、更克制，也更需要展现专业感与思考深度。角色不再只是围绕爱情或青春成长，而是涉及到工作、责任、选择与人生压力。这样的转型对演员来说其实是一种冒险，因为观众需要时间去接受一个新的形象，而市场也并不总是对转型保持耐心。但正是这种尝试，才让一个演员的职业生命真正变得更长久。在某种意义上，谭松韵的转型不仅仅是为了突破角色类型，更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划。她希望自己不只是青春剧女主，而是一个能够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演绎不同人生阶段的演员。从少女到成熟女性，从轻松浪漫到现实复杂，这条道路也许更难，但却更加广阔。视频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其实触及了整个娱乐行业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当一位女演员逐渐步入30岁甚至更高的年龄阶段时，她在荧幕上的位置往往会变得尴尬。观众依然记得她年轻时的形象，但市场却不断在寻找更新、更年轻的面孔。于是，一个矛盾就出现了：如果继续出演过去那种轻松甜美的角色，可能会被质疑不符合年龄；但如果转型饰演更加成熟的角色，又需要观众重新适应新的形象。谭松韵恰恰站在这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上，她的外貌仍然保持着一种年轻感，这让她在很多作品中看起来依然毫不违和。但与此同时，她的人生经验、演艺阅历以及个人气质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并不是她还能不能继续演少女，而是她是否能够把这种独特的外形优势与逐渐成熟的表演经验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类型。或许未来的观众更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永远停留在青春里的演员，而是一个能够随着时间成长、不断变化的人。演员的魅力从来不仅仅来自年轻的外表，更来自他如何理解人生，如何表达角色，如何把时间沉淀成表演的力量。因此，谭松韵的选择其实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她的每一次转型尝试，都像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一个强调年轻与流量的行业里，一个演员如何通过实力和选择，让自己的职业生命走得更远？也许答案并不会在一部作品中出现，但正是在一次次尝试中，观众会慢慢看到一个演员真正的成长轨迹。而这也许比任何永远年轻的角色都更加动人。